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后院菜地种植草莓的经验和一些种植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种植草莓的方式也不一样。今年我很幸运，老天爷赐给我非常多非常甜的草莓。之前看很多影片，觉得种草莓实在是非常的麻烦，但自己种了3年，发现其实种植草莓也有懒人法。但也许我只是幸运，所以这次只是想要把我这3年来的种植经验分享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看看哦。我是2-3年前在我们这里的苗圃买了这个现成的草莓盆栽，因为对种植草莓没有信心，觉得很麻烦，所以买现成的，而且买了已经开花结小果的这种盆栽，对我来说比较方便，也比较可以增加信心。我买回来之后就把它种在这棵大树的下面，虽然是大树，可是因为面对东边跟南边，所以每天太阳直射的时间也有长达6到8个小时。我们这里的冬天很冷，下雪也比较多，但我买的这种草莓是不怕冷不怕雪，每年的春天都会自己再长回来，所以不需要做任何的保护都是可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直接在自己居住地方的苗圃买草莓苗的原因。如果你是自己育种，你要看清楚包装上的说明，是不是适合你住的地区。我住的地方这边比较冷，如果买到适合热带地区的，就不适合这里的环境，就会长不好。当地的苗圃卖的一定是适合你住的地区环境的植物，所以我喜欢在当地的苗圃里面逛逛。因为当时只有买1株，这个菜床对他来讲太大，所以第1年我就在它周围种龙须菜，也就是佛手瓜，还有大蒜。因为听说大蒜跟草莓是共生的植物，种在一起对互相都很有帮助。那第2年呢，草莓就扩散了一些，所以我就只有在草莓周围种了大蒜。这2种植物去年长得都非常的好，今年我还是用一样的做法，大蒜跟草莓共存。因为草莓有这个 runner， 也就是分株，它会不断的扩散，所以有人喜欢用盆栽的方式，把这些 runner 插在另外一个盆栽里。有时这些 runner 1年可以生出8个新的盆栽，它是很会蔓延、很会繁衍后代的。所以呢，我特别给它种在这一区，把它围起来。然后当时在土里埋了一些半发酵土，就像我之前影片介绍的那样，其实也没有加很多。你看这个菜床，现在看起来3年了，土都还没有到菜床的一半。因为草莓种在大树底下，所以秋冬的时候落叶很多，直接就掉在这个草莓区里。我也没有清除或者是做任何的处理，就让落叶待在里面。经过冬天雪的覆盖，这些落叶其实就成了很有养分的腐叶土。整个种草莓的过程，我都没有增加新的土或者是施肥，只是偶尔加上一些淘米水或者是自己制作的酵素水。我比较懒，也没有天天给它浇水。它其实也不太怕干，因为这些叶子很大，有遮蔽，再加上它有落叶的覆盖，所以土不容易干，很好照顾。今年是第3年，碰到晚春，所以我从5月初的时候开始看到它开花，然后5月20号左右可以开始采摘，现在已经是6月1号了，采摘大概4次了，每次都很多。我家只有3个人，个个都是小鸟胃，所以每2天采1次都吃不完。我现在开始就把它们冷冻起来，夏天的时候可以做成果汁或者是做冰沙。如果你很会做蛋糕或甜点，你也可以拿来做甜点哦。刚刚说到草莓有 runner， 就是分株，像我这样的种植法其实就不用管它，因为它的生存能力很强，它自己会生根，然后自己会栽在土里。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也可以拿个小发夹或者是叉子之类的，把这个生根的地方插一下，把它固定住。你也可以选地点插，那样的方式也是不错的。我家后院的鸟非常的多，松鼠也很猖狂，所以我就用这个防鸟网盖在菜床上，夹子夹一下，鸟跟松鼠就吃不到这些草莓了。那至于鼻涕虫或者是瓜牛之类的，我是用这种超市装青菜的薄的这种保丽龙折一半放在土里，然后
或者是把垂下来的草莓挂在大蒜上，或者是挂在它的大叶子上，让它们悬吊着，这样草莓就不会碰到土壤，我也比较容易采摘。虽然有点丑，可是因为草莓的叶子很大，所以从外面也看不出来。这些虫子都不喜欢白色，所以这种方式对我来讲是很管用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看看。你看，就像我之前介绍的，我们这里今年出现了17年蝉，这是在大树底下，所以可能是17年前在地下的蝉爬上来了，它们就在我的草莓区羽化成成蝉，这是刚羽化的，这是羽毛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是白色的，这些则是长大以后的17年蝉，它们只喝水，不会伤害植物，所以在这里也好，免得被鸟吃掉。现在是春末夏初，也许可以买到快要成熟的现成的草莓盆栽，大家可以用适合自己的方式种植草莓。我今天只是把我这种懒人种草莓的方式分享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看看哦。我觉得外面卖的草莓还是蛮贵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农药。如果可以用这种省心省力的方式种草莓，随吃随摘，吃不完还可以冷冻，真心推荐给大家。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记得点赞或关注我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